俺加上一个金锭，一个银锭。我对这些东西啊也是一窍不通，你帮我看看究竟是哪一个贵？我给你说句公道话吧，如果你这两个金银锭都是老的话啊，肯定是这个金锭会贵一点，因为相比这个银锭啊，金锭的纯实量更少一些。只可惜你这个金锭咋那亮啊？我感觉也是金锭贵啊。我去金店找专业的师傅帮我抛光打蜡了，这明晃晃的看着不是更舒服吗？说实话，一般像这种古董玩的就是一个老气。你这又抛光又打蜡，这很明显对它形成了破坏。你看你这个50两的银锭，你看这定面包浆，这马丁了是五彩的，如果你拿去清洗之后啊，恐怕最低得损失万把块钱，轻轻松松的。你这不会是事后诸葛亮吗？不会。我现在也都洗了了，这再恢复原来的，恐怕也弄不成事了。好在你这个金锭啊，也不需要恢复。从你这个造型上来看，过去的金锭也没有你这个器型了，尤其是它上面的字口，你这看一下，这分明就是电脑体。你仔细和你这个银锭，你看它上面的字口，你可以对比一下，完全是两码事。这个金锭搁哪来的？这个金锭也算是俺家产下来的吧？10年前俺爸卖别人了，也是正儿八经人家祖传下来的，祖传几代人了。别人家祖传几代人的东西。对。究竟老不老？你这不能一味的光听别人说，具体还得看实物。那幸亏你几个拿过来让我看看，我这肯定能告诉你啊，你这个金锭它并不老啊。当时买的时候啊，都是看它上面标注的不是有字吗？对。这字儿具体是啥字儿，我也看不懂。你看不懂，我可以帮你看。这4个字你看一下，平安喜乐，字体它类型我不是太懂，但是可以看出来是电脑体，因为过去像金银锭的话，它都应该是人工占刻的。你看，所以字体不对。你看你这个银锭，你看字体多漂亮，这一看就是过去的，这只能是现在的金价而已。金价？对。那也就200多克吧。那这个银锭呢？这个可30斤重啊，应该也卖不了多少钱吧？那你要按银子算的话，那确实值不了多少钱，3斤8两也就1万多块钱的样子。但是你这个银锭保存的品相各方面是非常好啊，尤其是它这个字口，这都是全身的，但凡带县名的，这都是官锭。这字口的官锭，它可便宜不了。一般锭子字口啊，都没这么清晰。另外就是锭子的包浆也很漂亮，这种包浆可是正八经的老五彩，绝对是可遇不可求，可谓是味道十足。一般锭子都是看字口跟包浆，再加上你这个锭子是属于小巧玲珑型的，包括它侧面，你看这都没有钢戳，整体味道非常漂亮。目前卖的话，就这一个银锭17万以上。咦，我真不知道我值那些嘞。说实话，我打心眼的认为啊，还是那个金锭更贵。那你这按常理来讲的话，确实是金锭更胜一筹，因为在过去它这个黄金啊，它无大锭，而这种50两的银锭，虽然说它个头比较大，但是纯实量还是有的。你相比金锭，那确实是多，但无奈你这个金锭啊，它并不老。通过这上面的字体看着，它就是现代的东西，所以说不能相提并论。幸亏找你这专业的鉴定一下子。不鉴定还真不知道。那是这一鉴定啊，我才知道。我知道咋办了。等明天俺分家的时候，我都要那个银锭。对，从价值上来说，这个银锭啊，还是比你这个200多克的黄金贵。不过现在金价也不便宜啊，你这200多克的黄金的话，恐怕也得个10来万块钱。具体到时候怎么分？到时候咱再坐一起商量商量呗，那别让家人吃亏不就行了吗？那是嘞，那是是吧？都烂了在锅里面嘞，对一家人也吃不了啥亏。对，谢谢你了，谢谢你了啊！没事。这是去年俺男友送给我的一块银元，当然这个银元上面脏兮兮的，这我经过那些水洗壁，给它洗干净了。你还真别说，你这洗的确实挺好，壁面最起码没有腐蚀和损伤。而且还是一块样壁，这个是张作霖、陆海军大元帅的戎装像。具体是什么样的银元，我当时也看不清楚。他送给我，让我去给俺妈加工一只银手镯。用这加工岂不是太亏了？那你像我们老年人啊，还有刚出生的宝宝，那大多数戴的都是用银元加工的银手镯。以前啊，银元比较便宜，你像普通的元大豆才几十块钱一个，所以家里边有银元的也卖不上啥价格。
你花100多去买个新的，对吧？比那划算。关键是你这个张作霖的大元帅不简单啊！我知道不简单，我在网上已经找专家第一时间看过了，他们给我报100万，愿意用现金购买。100万，这种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只给100万，这价钱能跌破人的眼镜。你像历届的拍卖会，像这种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都没下过1000万，这只给你100万的专家，你说他说的话靠谱吗？更何况你这一点损伤都没有啊！所以我也正纳闷，他给的价格有点低。我问他理由，他说是我洗的了，洗价能损失9%的价钱吗？那按理说肯定不会损失那么多钱啊，都知道清洗银元啊，它是折价的。你搁平时洗不好的话，那壁面带滑丝，要么有腐蚀，或者是包浆后的话，难免洗出来带戳了、带伤了，那肯定要折大价钱，但是不至于折9%的价格。我感觉你们这里面肯定有套路，所以过来咨询一下你。如果你方便讲的话，可以跟我说一下。那这能有啥套路啊？一般像普通的银元，你要是想卖个好价格，基本上都去评级入盒拨分，只要能入盒给分的话，那就是分越高，价值也就越高。算了，我对评级之类的也不太懂，万一给他们寄过去之后，再把我的银元给换成假的了，那不就完蛋？你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无论任何一家评级公司，他们只负责给你鉴定真假，根据你的银元啊，它是相应的价值，收取一定的鉴定费，并不是像你想的那样偷梁换柱啊。越大的评级公司看重的名誉也就越重。就你拿了这个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来说，你看这是15年的戎装项，存世量相对来说是最少的，相比其他年份啊，它这个价格也是越高的。基本上像这种样币啊，不存在流通，更不存在像你说的包浆厚之类的。那即使过去壁面带那种罐装铝锈，无论你怎么洗，也洗不成这个样子。你这个壁面细看的话，非但上面没有包浆发黑的呀，这都是很浮了一层浅包浆而已。看一下它的边齿，你看你这个边齿，这个压力太软，太过于整齐划一。银子倒是银子，但是不老。现代的仿币、真银假币，200块钱一大管吧。对，你别给我添堵了。光买这洗银子的水都花好几百了，又给别人500块钱鉴定费，这都花1000多了。你这花1000多还算少了。有些人啊，他轻易相信网上专家的话，花几千几万的都有。这里边能说明啥？用一句话概括啊，就是想逆天改命，通过这个银元想发大财。他们正是看准了你这种心态，所以啊，他们只赚取你的这个鉴定费。刚才像你说的仿嘞，对，我男友他家好像没有这个实力吧，他也就是一个送快递的，这银元是别人不要的。那就对了。你想想，别人都不要的东西，咋可能会是真的呢？所以我这鉴定结果是对的。像这种银元啊，应该是别人不要了，或者是发错货了，被那男友捡了个大便宜。我建议你啊，千万不要相信网上那些专家乱报价。至于真实的价值啊，你要是不相信我给你估了，你可以去那个实体店多去问问，多转转。那算了，我感觉你也不识货，还是我去找别人。那好吧。你看我这一块银疙瘩值不值500？要是不值500的话，我还得找俺闺蜜的事儿嘞。我这个人啊，我只能占便宜，我不能吃亏。我看你这个是无良的云南牌坊地，这现实生活当中啊，500还真买不来，而且都已经评级入盒了。我先看看，只要能值500就行啊。昨天他用这个银疙瘩给我换走了我的银手镯，我那个银手镯就是500买的。一只价值500的银手镯换一个无良的牌坊钉，这绝对是大漏啊！说实话，能用这个牌坊钉给你换银手镯，这足以说明恁闺蜜对这个牌坊钉不懂。首先，你这个牌坊钉入盒给的是 AU50的高分，足以说明这个牌坊钉品相不错。虽说稍微有点流动痕迹，但目前这个价值绝对可观。只要不赔钱就行。刚才俺闺蜜给我打电话说她不想换了，我直接就把电话给她挂了。恁闺蜜应该是遇到了难处。一般女孩子玩这种银钉的话很少，即使玩的话，她也不会傻到给你去换价值500的手镯，因为价格明显不对等。你不应该挂她的电话，应该直接把这个东西还给她。你不知道，我也是有苦衷的。这个银疙瘩我已经答应送给俺爸爸了，因为今年是俺爸爸过生日。他要回去的话，这不是让我难看吗？那我给你说句公道话，如果实在那闺蜜想换回去的话，那你就委屈一下，麻烦跟他爸解释一下，趁现在还有时间，再去跟他爸去换一个生日礼物。
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银牌坊定啊，这有可能他拿别人了。我先不管他拿谁的，我就是看不惯他的那种扭捏的那个脾气，心中太活太磨叽。哎呀，这个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人的脾气性格是没法改变的。作为朋友啊，你应该体谅一下他。反正你也不准备拿这个去挣钱，送给自己老爸啥都行，别弄了将来你送出去之后，以后再去跟恁爸要，这就可麻烦了。他就是值1000、2000，我也不可能再去跟我爸去要了。我丢不起这个人，你就说能值多少钱吧。既然这个牌坊定还没有送给那老爸，就可以规避啊以后出现类似的事情。1000、2000还真买不来这种无良的牌坊定。你像那种不带落款字口的素定，你平时去买的话，那一颗也带15到20左右了。而你这种牌坊定，你看它这个定面信息啊，信息量非常大。银锭打了有肱骨银的话，就足以说明它的含银量能达到98%以上。因为当时云南的经济往来啊，使用的银锭比较杂，含银量也是五花八门，啥样的都有。和外国商人打交道，这种牌坊定能够得到各藩司的认可，所以说大家都比较喜欢。而你这个锭子呢，你看保存的也比较完整，字口非常清晰。这个味道是传世的品相，如何给这 A 有50分的高分？我个人感觉啊，这个锭子没啥毛病。现在目前能卖个1万左右。怪嘞，没想到这一个银疙瘩能值1万块钱吗？对，我还真是小看他了。这要是值1万块钱的话，那我本来光给他嘞，我也不给他了。你这种行为太不地道了。你可以换位思考一下，人家拿1万的东西给你换走500的银手镯，你不知道还都算了。你看我给你讲半天也顾国家了，你再不还给恁闺蜜，让恁闺蜜知道了，这不是伤她的心吗？我就假装不知道就行了。我这个人的规矩就是，不能吃亏，这到手的肉，我不可能再给他退回去啊。哎呀，这该说了，你看我还都跟你说了，其中的利弊你自己做决定吧。我还是觉得啊，作为闺蜜，作为朋友来说，这个钱财其实都是身外之物，朋友之间这个还是要以友谊为重。毕竟这个钱啊，它是挣不完的，但是朋友一旦失去了，那就损失大了。无所谓，我真不想跟他玩了，反正以后也不联系了，也不需要你管了。谢谢你啊，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我同学送给我25块钱，平时我也没见过，你帮我看看是真是假。哎呀，是真是假？你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呀，这可不是什么钱呀，这全是银元呐，这状态非常漂亮。这哪来的呀？啥是银元啊？你看这上面写着1元，你可别把我当成3岁小孩了。哎呀，没拿你当3岁小孩，这上面写的确实是1元。但它这个材质啊，它是银的，你知道吧？你看，听一下声音，这都是银的，哗啦哗啦的。这在过去啊，在民国那个时候，它就是流通货币，还没有100年呢。你这些品相都非常好啊，我看这都是带五彩老包浆，状态好极了。这平时说实话，这很难遇到这种状态，真是一流的状态，个个可以说是带五彩。这东西是哪来的呀？我同学借我25块钱买东西，最近他也没还我，然后就把这些压岁钱抵给我了。相当于这些银元都是你同学的这个压岁钱。一般这个压岁钱当银元的家庭特别少见啊，这从侧面可以说明你同学的家庭条件非常好。这说实话抵25块钱，这也是太亏了。小朋友，你得抓紧时间把这银元还得还给他呢。我为什么要还给他呢？他家里多的是。他说他的存钱罐里还有110块呢。他有多少啊？这是人家自己的事儿。我看你这年龄也不大，今年有10岁没有啊？有啊，10岁了是吧？我看你这年龄啊，对这个银元也不懂，因为你这些银元啊，品相都特别好。你为什么要让他还银元呢？他借你25块钱，你直接让他还25块钱不就行了吗？他手里也没有钱，再说他也转走了，我现在也联系不到他了。你同学转学转走了，现在联系不到他了，那你可以通过爸爸妈妈或者是通过老师找到他，因为他的这是25块银元啊，这可不得了。说实话，你不能因为借你25块钱，你就收他的
25块银元啊！你这回去让他爸爸妈妈知道了，他最少是挨吵，最大他得挨打。为什么要挨打？他家里不是有很多吗？再说这相当于送给我纪念了。哦，把这银元还给你啊，给你当一份纪念。说实话啊，主要是你同学不懂，还是你这年龄小，在心里边啊，你们都没有这个价值观念。我简单的给你讲一讲这些银元啊。你看，首先这些银元虽然说都是袁大头，哎，袁大头你放平时是最便宜的银元，但是包浆好啊，个个都带五彩。你可以看一下，这哪一个都带五彩。这种五彩啊很难形成，知道吧？就是平时我们个人家里放的这些银元，能达到这种彩的特别少。哎，虽然说并不带板，但是它的彩很难形成，所以它的价值就很高。你平时咱去那个古玩店，或者是买个人家里的这银元，能遇到这种彩的特别少见。哎，也就是说在市场上并不好买。我给你简单的说一下过去银元的购买力，就像这一块银元，它的购买力过去相当于500-600块钱，你现在就像这种彩，你现在买一块那都得1300-1400、1400-1500，你这25块，我给你简单的粗略的算一下，这都是3万多块钱的购买力，你知道吧？借你25块钱，这一下子还了你3万多，你会不会算账啊？我会算账。哎，借你25，一下子还你3万多，这不是太搞笑了吗？3万多那也太多了，我只要我这25块钱就行，剩下全部还给他。哎呀，说实话，小朋友，你今天拿过来就是为了卖，对吧？哎，然后你卖的话啊，太麻烦了。你想一想，3万多块钱往你书包里一装，那是比你的书都重，而且呢，你装3万多块钱也不安全啊。你这些东西，我建议你啊，最好不要卖，把这些银元呢还还给他。我爸妈知道就该吵我了，因为我借他的25块钱就是我的压岁钱。平时我爸妈也不让我乱花钱，不让你乱花钱是对的，因为像你们这个年龄啊，不能乱花钱，对吧？你有什么需要的可以找爸妈妈要，对吧？这个打你可能不太至于，对不对？如果说爸爸妈妈吵你一顿，应该是真的。如果说这个25块银元啊，你不还给你同学，你同学爸爸妈妈知道了，你想想，一下子损失3万多，肯定你同学要挨打的。你想想，是爸妈吵你重要，还是你同学挨打重要？你得做出选择，2选1。那算了，为了不让我同学挨吵挨打，我还是把东西还给他，不能让他吃亏。对，你有这种想法，哎，你就是一个好孩子。你想一想，借你25块钱，还你25块银元，这本身啊，这个价值就不对等。哎，你能勇敢的承担责任，哎，即使爸爸妈妈吵你一顿也无所谓了。这些东西呢，最好是通过老师或者是同学或者是父母，哎，还还给你那个同学，最少不能让人家挨打。对，那就这样说吧，我还把东西拿回去。那行，小朋友，这些银元呢品相都特别好，等一会儿呢，我给你找一张纸包着，哎，或者是找那个盒子给你装起来，省得磕着磨着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这马上都要结婚了，俺对象送给我一块银元，俺闺女说俺俩关系不错，想给我1000买走。我看你这是一块平地如河的大青宣山，闺蜜关系再好，1000买走也不妥，因为现在1000买不到啥银元，来我先瞅瞅啥来。其实我要它一点用都没有啊。我连这盒子一起称了，也都是1两重的银子，1000块不吃亏。我告诉你啊，100%吃亏。一块银元是26.8克重，你加上外边的盒子50克，并不是这样算的，因为银元啊，统统都不按重量算。我看你这个大青宣山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板啊，比普通的前板龙这个地方阿后多了一点，这就是我们行内所说的大青易得，一点难求。大青宣山里边的名誉品阿后点，1000卖了，你这图了啥？哎，就图我们是朋友嘛。从小一块长大了，一块上学，一块参加工作。重点是我都答应他了，这放我手里面也没啥用啊。我知道银元对你来说啊没诱惑力，还不如一瓶香水吃香。关键是你啥都不懂，像你说的，那闺蜜和你关系这么好，你可以给她解释一下。毕竟这个阿后点啊，是你男朋友送给你的礼物啊！你这话说的，不是要让我食言吗？我是什么都不懂。今天来的目的不就是让你确定一下真假吗？真假我看没啥问题，可以肯定了呀，你这个绝不是假和假币，
夹克夹壁啊，一般都是1:1仿照的，里边装了银元，大多数都是假的。而你这个，你看搁着盒子看啊，这壁面一眼开门，尤其是它这个边齿，你看都能看出来，压力十足。只要是真的，我都放心啊。哦。这是俺对象拿他哥们儿的，因为当时都欠男朋友1000块钱，正好这一下抵账。你作为男女朋友，我再提醒一下啊，这块大千阿后点抵1000块钱的账，这里边可有大问题。你要是拿他一块普通的冤大头，给你抵1000块钱无可厚非，但是拿这个阿后点，对吧？你在后续卖给恁闺蜜，你要不回来了，这可咋办？这有啥可麻烦的？我闺蜜也挺通情达理的呀。将来如果她朋友再想要走的话，我再给她要回来都行了。那听你说这话就太不懂人性了。你现在1000贱卖给恁闺蜜的话，等恁闺蜜尝到甜头的时候啊，她肯定不会把到嘴的肉给你吐出来。即使你预料到以后，再去要，那你不如先不卖给她，1000块钱也办不了啥事儿。我来告诉你，像这种大庆轩山，一共发行了3个版，深版、前版、阿后点，发行量最少的就是这种阿后点。你像其他那2个深版、前版，就你这个状态的话，也就是18000块钱的样子。当然，你这个不普通，虽说比这个前版多了1点而已，但是价值却是其他2个版的2倍。你这个阿后点，你看壁面状态非常好，就单看它这个画质没有一点磨损，龙鳞字口各方面非常干净。乳皮盒虽然说没给分，但是现在最少也得13400。13400？对。乖乖嘞，这一块银元能那贵吗？这算起来比黄金还贵了呀！这我这绝对不能1000块钱卖给俺闺蜜吧？所以刚才你说卖的话，我都一味的在提醒你，和闺蜜关系再好，也不能因为不懂而乱卖。你想想，那男朋友的朋友，因为1000块钱绝对不会给你们善罢甘休。你回去啊，给恁闺蜜好好的解释一下。这有啥可解释的？在利益面前，我跟你说，再好的关系也都没用，这肯定不能卖给俺闺蜜。对，朋友之间啊，你可以便宜卖给她，但是你要让她知道价值之后，再给她1000买回来，恐怕没有人愿意会还给你。这个利益啊，往往是容易引起反目的主要原因。价值这你现在也知道了，赶紧给你男朋友拿回去。这个事儿啊，你还是尽快来妥善处理一下吧。好，你说的对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老板。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俺婆婆一点都看不起我，送我一块冤大头当传家宝嘞。咱闺蜜看见之后啊，一下都笑了我好多年。笑话倒不至于吧？因为你这个冤大头个头比常见的小，在我们行内称之为中冤。平时家里有这种中冤的人不多，留着确实可以当传家宝。不是我不想留，是银子实在是太便宜了。我前几天去给儿子加工银手镯，人家师傅说太轻了，没加工成。没加工成好啊！你这个中原算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银手镯买一对不过才200多块钱吧？你想想，200块钱买你这个中原恐怕没门路。我简单的看了看，你这个中原状态还不错嘞，老包浆老味道。你可别看它个头小啊，和银子多少钱一颗没关系啊。你也不用安慰我了，我心里也是漏清。因为我上次问过那个加工手镯的师傅了，他说这银元含银量不纯。他说的没错，常见的银元含银量是9银1铜，而这种中元当初就是含银量低，而受到大家的排挤，含银量只有80%。但是中元比冤大头而言，只发行了一个3年的年份，纯实量比较少。加工银手镯肯定是银子越不纯越难加工。对，他说的银子就是不纯，银手镯200多一对儿，他却给我100块钱回收。我当时一听价格，就想找我婆婆兴师问罪。兴师问罪的话，那只能说你听信谗言了。一个加工金银首饰的师傅，他擅长能看出来金银的含银量，但是他对这个中原的价值却给你在胡扯。你按银价去卖，只有傻子才卖给他，因为中原的纯实量它并不多刚才那个师傅还给我打电话说嘞，最多再给我加100块钱，愿意用他店里银手镯给我放这个银元。那你以我来看的话，肯定是不能给他换啊。你想想，他是做生意的，为什么几次3番来给你打电话？就是因为其中有利益关系，完全是因为他看你啥都不懂，想以这个银价把你的这个中原想给你收入囊中。
其实我在家里也算过了，给我200多的话，这银子也花到10几块钱一颗了，也省得再让我闺蜜再笑话我了。其实你觉得这个中原有点丢人啊，完全是因为误解造成的。恁闺蜜她啥都不懂，以大小来论价值，只能说明她很愚昧。这个首饰加工店师傅啊，说中原的含银量不纯，他想趁机捡漏你的银元。这个中原的含银量就是因为太低，只有80%，比袁大头89%比着，成色显得法案。在过去啊，大家都会优先把它们花出去，所以当时就发行了一个3年的年份作为伏笔啊。比这4个年份的袁大头很少见，现在普通人家里边可能有袁大头，但是中原你去找一块却难了。说实话，你这个中原状态确实不错，壁面你看老味道老包厢，一般银元想找这种老味道的太少见了。关键是你看它的发丝，这都能看清楚，相当于是未流通的状态。因为袁大头啊，它这个发丝啊是高点，而且壁面没有一处弱大，状态比通货强太多了。我个人认为啊，现在大几千块钱还是有的。就这一点银子一下能给我几千块钱吗？对。哎，你说来恐怕我闺蜜都不信。她说比这大的才卖200块钱。比这大的是袁大头，他卖200的话，应该是很早以前的事了。现在你像普通的袁大头，价格在800到1000左右。我给你再重申一下，这个银元无论大小，通通都不按银子价钱算，品相状态各方面是越好，它的价格也就越贵。老板，你可别忽悠我就行。不忽悠。加工店师傅都说了，现在有很多骗子，给你胡说报价、报高价，都不会说之类的话。他说的这种情况也确实存在，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那种估高价的骗局，一块银元、铜钱，无论真假贵贱，对吧？他都能给你报个几十万、上百万了。他们就是那种利用你的无知，以高价为噱头，专门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。而我们是专门上门来估的。如果你感觉价钱合适，你可以立刻出手啊。哎，好，你不用给我了，就按你说的办。正好了解了我心头之恨。这可不是心头之恨啊！几千块钱到时候你得感谢恁婆婆来。咦，是的，你说的对，老板哈。我这有一块光度特别好的银元，在灯光下一照能刺眼，全世界啊恐怕再也找不出来这么漂亮的银元了。我看你这是一块评级如何高分的银元，基本上挂着 MS 高分啊，都刺眼，打个灯都能亮。来，我瞅瞅啥来？你先上手看一看吧。啊，我这个绝对是与众不同的，价值30万一个，今天就念10万块钱给你吧。价值30万。你这偏10万要卖，看来这里边大有玄机啊！我还是执意帮你瞅瞅。MS 64分的高分袁大头，壁面确实带光，但是并没有什么斑啊，只是一块普通的3年袁大头而已。你这光度挺好的，但并不是能值6位数的银元啊！你这上来就说值30万，看来你这是对银元不懂啊！你这话说的太不负责任了。我之前没接触过银元，确实不懂。现在我接触了。已经有人帮我估过价了。帮你估价的人我都知道是谁。现在网上啊专门有人做这个行当，无论你拿什么样的银元、铜钱，无论真假与否，他们都会使劲的给你往高了估。尤其是像你这种没怎么接触过银元的小白，一听高价你就感觉要发财似的。这银元是哪来的？这一块银元还是他姥爷送的，送给我儿子当传家宝的，还是他姥爷啊是他干大工程的，基本上送给我儿子的东西啊，都没有便宜的。再是孩子姥爷送的，你这也不能轻易给孩子卖了。先不说这个银元能值多少钱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姥爷给外甥当传家宝的，既然是送给孩子的，意思啊就是当礼物要保存下去的，你这轻而易举的给他卖了不合适吧？我这是赶上急用钱，家里也没有啥值钱的东西，明天等我打牌赢了，我以后再给他买个更漂亮的。打牌，我觉得还是算了，基本上玩牌啊都是10赌9输。别人经常说家里有金山银山，你长此以往染上了坏习惯，只往外出钱不挣钱，早晚也有一天也有败光的一天啊，对吧？再说能值30万，这一下子10万卖了，这不是太亏了吗？我也是事出有因，一是去北京来回需要很长时间，那是；二是呢，这2天朋友都在家，不容易聚在一起，所以说便宜20万就卖了。像你这样卖东西，如果真值30万的东西啊，10万贱卖给别人，别人都喜欢你这样的人，一下子降价2/3，这比打骨折这价钱都便宜。再说北京那所谓的专家啊，
给你报30万，纯粹是为了想忽悠你的钱。我看你对冤大头也不太懂。你像那种能值上几十万一个的，首先他必须得带个好版，就比如说甘肃嘉字，也就是3年的冤大头，就是原像前后打上甘肃2个字，因为存世量它比较少，所以价值就比较高。而你这个冤大头第一它不带版，你像普通的大头现在市场价也就800到1000左右，而你这个好就好在分值比较高， MS64 属于亚军分了，属于那种未流通的状态。你看笔面，你看这种带光就可以看出来，这笔面确实是带光。以我看你这个品相来说，2000块钱还是有的。啥？这么好的银元，你才给我2000？对呀。这和30万比，这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啊！为什么你们实体店价钱这么胡扯？不是实体店价钱胡扯，是你被人洗脑了。像这种 MS64的冤大头它也有一定的市场参考价，不可能一下子能值30万之多。你在70万的基础上，对吧？你再去问价，给你报多少，你都嫌低，这都很正常。能值多少钱？你问问那岳父，不就啥都知道了吗？那肯定不能乱问他们如果知道我乱卖的话，该找我的事了。你就心情好，不行少给几万也中啊。真跟钱没关系，你这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了。网上报了价，那现实中谁也给不了你那么多。再说了，你这玩牌也不是啥好习惯，加上这是孩子对吧？姥爷送给他的传家宝，你轻而易举给他卖了，将来你还是生气。我建议你还是别卖了。算了吧，我还是找我的专家去吧。坐高铁快去安徽。那好吧。